看我的银元。俺小区的一个小孩儿，他不懂事啊，给他10块钱，他给我一块银元。听说这一块银元可不赖。那你这一块银元确实不得了，这个是大清宣三的翻龙阳币。因为我们常见的银元啊，它这个龙都是顺时针摆尾，而你这个却反方向摆尾。你分析的对，这几天我已经上网查询过了。好像这个银元是外国设计师设计的。对，因为没有尾巴而得名。对，这个翻龙阳币啊，它这个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这个阳币在设计的时候啊是没有尾巴的。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云朵，基本上像晚清那时候的银元啊。全部都是国外的设计师设计的，你包括它所有的银元，包括机器都是进口的，因为当时咱这啥也不会，你这10块钱买小朋友了，这事办的不太地道啊。这有啥呀？我这算捡个漏吧。正好呢，孩子需要钱，而且我家又没有银元，算是一举两得，一箭双雕。你这10块钱对你来说确实是捡个漏，但于情于理来说，你这边就不占理了。你毕竟这个小孩他对钱和银元没啥概念，银元拿了谁的还不一定。而你这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，你这捡漏也不带这样捡了呀。你看你这人往大来说。你就是羡慕嫉妒恨，往小来说你就是多管闲事。10块钱能挣几百万，这是我的本事。那其实我这也算是善意的对你提醒一下吧，这个具体听不听还是你的事。说到这个几百万的利润啊，我觉得你这个翻龙这个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现在做啥事啊，你这一下子挣几百万，如果真值几百万的话，这个银元它不可能出现在小孩的手里边。往往不可能的事它就越容易出现。那是。你这不得不服气对。况且我已经上网找过专家了。鉴定过了。妥妥的600万到手。我就说你想的太多了，现在网上估价这个乱象太复杂。你别说你这一块翻龙，你就是随便拿个铁疙瘩，他给你报个180万，这都很正常。你不要把网上的报价看得太重。你如果相信的话，你后续我感觉你得掉进去不少钱来。掉进去钱这话说的几个意思？别人给我报600万，别人要给我钱，我可不能给别人钱。那按理说咱卖东西确实不给别人钱，可是网上给你估600万，他们是有套路的。如果你不给他们钱的话，他们这个估价鉴定就赚不起来了，因为你这个翻龙是有问题的。翻龙在过去它是属于正儿八经的样币，从未流通过，也未铸造过。你拿这一块裸币，无论是壁面压力还是它外边的包浆，这都不是验货。就单说这个样币出现在这个市井的几率本人就很低，一般上几百万了，它都得评级入盒，而且还得是凭那个皮盒才有说服力。你像咱国内的盒子，一般买这种样币买的都特别少，而你这个，说实话，我拿在手里边是咋看咋都不舒服。应该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一枚真银假币，市场价应该在200左右。啥玩意？你给我估200？对。你可叫我笑死吧？200的话，别人为什么给我几百万？那么他们看不懂吗？跟你说实话，他们还真是看不懂。网上那个专家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只会估高价忽悠人。如果他告诉你这是假的，你恐怕他还忽悠不住你的钱了。后续他挣谁的拍卖费、鉴定费了？反正这个道理你仔细想一想，或者是上网搜一下攻略，你就心知肚明了。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我好不容易捡的是漏怎么就不值钱了？我想着会不会不会这么便宜？那你这个东西咋说不能说会不会这么便宜，有些事你想通想不通，咋说不能是靠你个人去说。如果小朋友想通了，他不会便宜给你。如果是真的这小朋友也不会轻易拿出来。如果真值几百万，他父母肯定也会找你的事儿。正好你这个银元也不值啥钱，就相当于捡个小漏吧。你要是如果说他家长过来找你的话，你还尽量还还给他。那10块钱，你还别去鉴定了，你鉴定不好，说实话你再掉了得亏了。走，好。